我来自内蒙大草原，是雄鹰般的女人，却嫁给了江南的妈宝男。婆婆冷眼相待，说我穷鬼转世。我转身回家，继承万亩草原和1000亩牛羊养殖场。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得了绝症，乳腺癌晚期。我坐在医院长椅上，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病理诊断单。我不过是因为大数据一直在给我推女性乳腺癌、宫颈癌的视频号，才突发奇想去做检查。我怎么都没想到，这一检查还真查出事情来了。哎呦喂，小凤啊，你这一趟去医院检查得花多少钱啊？咱家这钱都是攒着给阿豪疏通上级关系的，你这么乱花怎么行？陈霞，我的婆婆30岁的时候就没了丈夫，听街坊邻居说我公公是醉酒肇事跑了，再也没回来过。可他逢人就说他是去外地挣大钱了，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他一手拉扯着陈豪长大，迫切希望着望子成龙。可现实却是，陈豪碌碌无为至今，还是靠着大姨家的关系才进了现在的单位。阿豪当初要娶你，我就死活不同意。你一个放羊地方来的姑娘，在江城没钱没权，怎么能帮得上阿豪的事业呢？我得癌症了，晚期。婆婆的声音瞬间堵在嗓子眼，瞪圆了浑浊的眼珠，眼底神色不明。乳腺癌晚期啊，我才听隔壁王阿姨说，她家有个亲戚就是得了这个病，治掉几十万，人还是走了。咱们家的情况你也清楚，别说几十万，就是1万也拿不出来。你要有什么心愿就尽早了结了吧。婆婆叹了口气，转身走到厨房做饭。我听着婆婆话头的意思，是不愿意花钱给我治病了。我冷笑一声，当初要是我没拿出这套学区房的首付，没给陈豪买了辆车，我的好婆婆陈霞怎么可能会忍着不喜让我进门？现在我快死了，她倒好直接让我自生自灭。我坐在沙发上没动，门口传来声响，窸窸窣窣的换鞋声。陈豪，我的丈夫，为人怯懦憨厚，我原以为这就是他的最短处，嫁进陈家，才发现他竟然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妈宝男。妈，我回来了。回来就好，赶紧洗手吃饭。我双手环抱，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这副母子和睦的画面。老婆，怎么不来吃饭？陈豪饭都吃了一半，才注意到我一直坐在沙发上没动，皱着眉问我。我拿着病单走到陈豪面前。我癌症晚期了。陈豪顿时惊得手中碗都扶不稳，忙接过确诊单，一字一句对着看。怎么会这样？保守估计得要个几十万，还不一定治得好。阿豪，你说治还是不治呢？婆婆从我见她的第一面起就没给过我好脸色，明里暗里怪我抢走了她的宝贝儿子。可陈豪不一样，我是为了他才毅然决然地背井离乡，来到了江城，嫁进了陈家。我满怀期待地望向陈豪，等着他说出愿意为我不惜一切的承诺。可现实却是他犹豫不决，频频看向婆婆的眼色，最终还是说出了这句话：小凤，要不还是算了吧。令我无比心寒，只觉得当初我的奋不顾身就是个笑话，为爱冲锋陷阵的勇士终会死在自己的战场。深夜，我嗓子渴得难受，却发现身旁无人。我走到客厅旁，隐约听见交流声，不由得放轻脚步，偏头侧听。这病绝对不能治。我听你王姨说，这就是个无底洞，能把咱娘俩给拖死。那小凤可怎么办呢？她不过是个偏僻地方来的丫头，你找工作升职的事，她哪件能帮得上忙？这些年家里头的事，哪件不是我在操心？再说了，结婚几年，
他爸妈那边的亲戚除了婚礼来了一次，那还有过联系。可毕竟夫妻一场，行了儿子，大难临头各自飞，人各有命。先别说这事，你大姨今儿听说了这事，给我看了个姑娘的照片，听你大姨说还就住咱这小区呢。人不仅长得漂亮，家里可是有个当官的叔叔。等你们结了婚，他动动嘴皮子的事，你不就有了铁饭碗？我躲在角落里，听着婆婆这么肆无忌惮的主意，不由得怒火中烧。我强忍情绪，躺回床上，闭着眼睫毛抖得厉害。和婆婆商议完的陈豪满是心虚，轻手轻脚地躺了上去，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异样。同床异梦，不过如此。另日一大早，客厅吵闹不停。一夜未眠的我揉着眼睛，看到大姨和我婆婆正手握着手，谈笑风生。我瞬间警铃大作，这都6点了，你家媳妇居然还睡着，可真是懒得很哟。嗨，谁不是说呢？娶个媳妇跟迎了个祖宗来，不像你这么好福气。哪有，1年前走的那个也跟他差不了多少，续的新儿媳反倒是听话孝顺多了。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字字句句都在暗讽着我，来者不善，来势汹汹。我记起大姨家1年前也是患病去世的儿媳，30不到的年纪，得了胃癌晚期。当时大姨还四处筹钱，在人家家里眼泪不要钱似的往下掉，说是为儿媳凑钱治病。当时我还觉着大姨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直接从爸妈给我的零用卡里打了1万块钱过去，没让人知道，只当作好事不留名。没成想，一天串门时4婶家的二姐来跟我唠嗑的时候，说那个钱根本不是用来给人治病的，他们一家压根就没打算给他治病，只想找个由头捞点钱。果不其然，过不了多久，大姨家的儿媳就去世了，匆匆办个葬礼就当属，白事份子钱可倒不忘了收。更过分的是，大姨家办白事都不满3个月，就急着办2婚的喜事，娶的还是那个镇上书记的二女儿。感情那些用来给人救命的钱，他们都给当彩礼了，当真是不择手段，令人咂舌。若我现今和大姨家患病无依无靠的儿媳一样，怕也是逃不过临死都要被人榨干的结局。但这次他们的如意算盘算是打错了，我不仅要让他们主意落空，更要他们为他们的贪婪无耻付出代价。他们只知我来自内蒙，是个放牛羊的游牧家庭，只当我家世微弱，对我不屑一顾。可他们丝毫不知我雄鹰般的女人，为了嫁来江城，放弃了家中的万亩草原和1000亩养殖场，只为爱情。小凤啊，其实人生在世，不是在于活得多久，关键的是自己能不能给家庭带来贡献，你说是不是？大姨坐在饭桌上，嘴里塞满了肉，手上的筷子也没离过一块肉，还不忘说教。坐在旁边的婆婆看着难得买的一大盘肉被大姨吃得精光，想到自己的儿子都没吃到2块，就觉得心中肉疼。但有求于人，这点面子功夫还是要做足。大姨这话就说差了，您老人家这些年含辛茹苦地操持着家庭，属实是辛苦了，倒不如早一点解脱来得好，您说是吧？我暗暗翻了个白眼，大姨还想把泼那套往我身上使，退一步乳腺增生，进一步海阔天空。这几年为了迎合陈豪的奇葩亲戚，我没少忍气吞声，守着3从4德，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活着什么封建王朝，家里有着天子太后要供着呢。反正都要嘎了，这些气我受不得一点。哎呦喂，你听听你媳妇这话，还有没有个规矩？还真是鸡毛小鬼想当主，反了天了。我施施然起身，回房间收拾了几件衣裳，
拉着行李箱就往外走。婆婆和大姨两人大眼瞪小眼，嘴里嘟嘟囔囔，翻来覆去就那么些威胁的话。在酒店放肆舒坦地过了2天，我拿着先前的检查结果去医院进一步做木板测试。我闭着眼躺在病床上，等待医生给我最终的死刑判决。从木板测试结果看，你那个乳腺结节是良性的，你再去重新做一遍检查吧。我冷不丁听到这个消息，脑子都有点没反应过来，呆呆地去各个科室做检查。最终，我拿着最新出的检查结果，站在人群来往的医院大厅，不由得喜极而泣，双手捂脸，泪流满面，蹲在地上翻来覆去地看那一行诊断结果。乳腺结节属良性，无大问题。从地狱升到天堂的感觉有如坐过山车般，让我心绪涌动，忍不住地流泪。我一路上笑了哭，哭了笑，路人皆用怪异的眼光看我，我浑然不觉，只觉能感受温热的阳光真好。我办了退房，取了行李往家走去，和陈豪离婚是势在必行。我站在家门口，输入指纹，却显示没法进入，输入密码，又显示密码错误。我偏头顶腮，居然把门锁密码都给换了。我不停按响门铃，来开门的居然是大姨。你这贱蹄子，怎么还有脸来？婆婆迫切想要大姨给陈豪牵线白富美，把大姨给留在家好吃好喝伺候着。我推开大姨，挑眉，径直走进客厅。这房子有一半是我的，我怎么来不得？倒是大姨你天天挂在嘴边的好儿媳，怕不是要哄的你儿子把所有东西都双手奉上？你什么意思？大姨心中不安陡升，续的儿媳1年来安安分分，还说明年就能让儿子走后门进体制。不过儿子确实对他上心，什么都交给他管。前1周他说心情不好，还让他旅游去了，只是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捻起一颗葡萄送入口中，酸后回着甜，刺激的我眯了眯眼。大姨放在兜里的手机，消息声一声接着一声，她瞪了我一眼，忙打开手机，差点当场晕厥。妈，我们家的房子怎么被抵押给了法院？现在法院的人把房子给封了起来，这可怎么办？大妹子，你怎么能做出这种损阳受败阴德的事？云云那孩子多孝顺听话，你们就这么眼睁睁看他去死，还把他的救命钱给人当了彩礼，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亏我还把你当亲家母，你们就是这么对我女儿的，你们这是谋杀，我要让你坐牢。大姨看着满屏对她的声讨，心脏骤停，翻到最上面那条消息，是我匿名发的一篇文章，里面详细列明了大姨的所作所为，证据一条条摆在上面，还顺带揭露了她新儿媳的真实身份，根本不是什么官二代，就是个骗子团伙，收取天价彩礼，打着能升官发财的幌子，继而哄骗把所有财产都抵押成现钱，转到国外账户，事成转身就溜，丝毫没有追回的可能。一连续的打击让大姨心梗，倒在地上抽搐。婆婆买菜回来，看到大姨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倒在地面，惊得菜篮子都掉了，颤颤巍巍地打了120。我摇摇头，做坏事就要做好被揭发的准备，也要做好遭报应的准备。晚间，我看着家族群里的最新消息，大姨的命算是抢救过来了，不过脑梗给瘫了，怕是后半辈子都得有人照顾着。久病床前无孝子，也不知道大姨她儿子能不能受得住。大姨这档子事算是给我婆婆提了个醒，天上没有白来的馅饼，也不催着陈豪向亲白富美了。我把误诊绝症的事给婆婆和陈豪轻描淡写的提了一嘴，两人瞪圆了眼，
相视一眼，面上满是不自在。没事就好，小凤啊，之前的事你就别往心里去，我全是被你大姨给哄的。就是，老婆，咱们一家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重要。可不就是，抓紧再生个大胖小子，咱们这可是个学区房，不愁孩子上学的问题。我抬眼淡淡扫了他们一眼，弯唇，笑意不达眼底。还想让我生孩子，梦里什么都有。我坐在书房的软椅上，看着窗外不远处的教学楼，学校的铃声隐约传到我的耳中。婚是一定要离的，房子、车子也是一定要拿回来的。我皱眉思索，拨通律师电话。这样的话，只能让男方净身出户，才能既离婚又取得所有财产权。他们是绝对不会净身出户的，还有别的办法吗？或者您能取得男方违反婚姻法的实际证据，比如婚内出轨、重婚之类的，这样调解协商解决，或者在法庭上可以被支持让对方净身出户。挂断电话，我单手撑头思考，只好从陈豪本身入手，但我并没觉得真能找到什么。当初我的追求者无数，其中不乏比陈豪有钱有权帅气的，但我还是决定和他结婚。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看中了他的老实忠厚，没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能真心实意地对我好。这也是我就算和婆婆关系再怎么僵硬，也没离婚的原因。可这次我真的对他寒心了。我叹了口气，环视一圈书房，随手打开右边第二个抽屉，里面都是些杂七杂八的文件和打印纸张。最里面的一个上锁的铁盒子吸引我注意，我拿了出来，锁上还生了些锈，斑驳的锈迹应该是手汗导致的。这里面装着什么才能让陈豪经常打开又关上呢？我顿时察觉不对，立马翻开其他几个抽屉，里面都是些办公用品，没什么特别的。除了这个锁住的铁盒，看锁形是个有年代感的长条钥匙，但我翻遍了整个书房没找到钥匙，叹气，只希望自己的猜测是错的。婆婆做好饭，接到陈豪打来的电话：“怎么不回来吃了？”“哦，单位有事。”“那行，你忙，别忘了吃饭。”我走出，顺势拉开椅子，坐在餐桌上，随口问：“陈豪这段时间挺忙，中午饭都不回来吃了。”单位领导看中他，留他多表现是好事，哪像你天天闲着没事干。我端起碗筷，看着婆婆把刚放上桌的红烧肉拿了走，餐桌上只留了盘青菜和昨天剩下来的肉末汤，挂着脸子，明摆着不想给我吃。经历生死一遭，我可算是明白了，根本忍不了一点，有气当场就撒，有仇当场就报。我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猛地站起身，把陈霞端在手上的肉一把抢了过来，转身倒在狗盆里。不想给我吃？行，谁都别吃了。陈霞伸手想拦，被我轻松推开，刻薄的脸涨得通红，一半是气的，一半是心疼。结婚前，你非要我每个月交3000的伙食费，逼着我签个劳什子合同，否则死活不松口，让我进陈家的门。好，当初为了陈豪我签了，嫁进陈家几年来，我哪个月没给过你这3000？婆婆，你还是到处阴阳怪气，我说我好吃懒做。现在想想，这些钱就算是我眼瞎喂了狗。婆婆被我的话气得双眼瞪直，扬起手就想往我脸上打。笑话，我可是在草原长大的，4岁射箭，6岁骑马，8岁摔跤。这些年在江城，我为了让陈霞满意，不得不装出一副温和柔顺的模样。可现在，什么温婉可人都一边去，我们草原儿女从不任人欺负。
我勾唇，右手轻松将婆婆的手截在半空，让她使尽全身力气都没法移动半分。你这个泼妇，居然敢跟婆婆动手！放在古代，你是要被浸猪笼的。醒醒吧，大清早亡了。再说了，要被浸猪笼的可不一定是我，说不定是你儿子。都已经听到这里了，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制作不易。我们故事继续。自从和陈霞撕破脸后，我就没再回去，在酒店直接续了1个月的房。1个月足够我挖出陈豪瞒着我的事，1个月足够我让陈豪净身出户。我在陈家的这些年，一直没怎么用过爸妈硬塞给我的零用卡，想证明自己选择没有错。现在我躺在豪华酒店的大床上，手边是新鲜空运来的车厘子，只觉得当初的我真装。有钱能使鬼推磨，我高价雇佣了2个眼线盯着陈豪的一举一动。一连1周，眼线都说陈豪没有任何问题，藏得可真够深的，看来还是得我去。陈豪借着后门关系勉强进了国企，说的好听是国企的销售主管，直白点就是陪人应酬挡酒的。我戴着墨镜，把车停在了陈豪公司门口。6点下班，人一阵一阵的出来，等到6点40左右，陈豪才堪出来。我眯着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陈豪不急不缓地走向白色奥迪，路上偶遇几个同事谈笑几句，便招手离开。我驱车跟在他后边，来到小区，看着他走进家门，才离开。连着2天，我跟在陈豪后面，没发现他有别的行为。期间，陈豪时不时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言语恳切，不像是有外遇的模样。难道真是我猜错了？可那个锈了锁起来的盒子又是怎么回事？当时匆匆走，只把书房搜了个遍，其他地方倒是没找。看来还是得回去一趟。我刷着爸妈给的卡，懒得退房，直接把酒店的房挂上没退。行李都没拿，把车停在酒店的地下停车场，用手机打了个车就往陈家去了。我叹了口气，生活不易，我得做戏。我站在门口，思考着该怎么开口。小凤，你总算愿意回来了。没等我想出个结果，陈豪从电梯处出来，自然地揽着我肩膀往里走去。妈，小凤回来了，快多做2道菜给她补补，看看都瘦了。哼，在外面吃够苦头，知道回来了。你还是个媳妇，等你到熬成婆的那天，就知道我老婆子对你有多好了。都过去了，别再提了，家和才是万事兴。来来来，老婆快坐，尝尝这个。我绷着脸，没出声呛婆婆，她只觉得我是在外面混不下去，才灰溜溜的回来了，2个鼻孔冲着天，一副看不惯我的模样，但还是顺着儿子递的话头不再作声。陈豪的态度有些太过，不太像他平常的风格。男人会转性，母猪会上树。脱离了爱情蒙蔽我的那层纱，我可不会那么单纯的认为一向让我服软的陈豪会主动冷言他妈。中午这餐饭，桌上的3人各怀心思，吃的可谓是莫名其妙。刚吃完饭，陈豪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我朝他那瞥了一眼，本没多想，但他似乎有点紧张，还开口解释说是合作外包方。我直觉不对，但并不是个正面撕破脸的好时机，耐住性子。陈豪犹豫着是否要起身，眼神瞟了我好几眼，最终还是坐在我身边接通了电话。我假装低头喝汤，实则恨不得竖起耳朵，想知道对面说了什么，但什么都听不清，只能隐约辨认出对方应该是个女人。午饭过后没多久，我借口说身体不适要午休，陈豪给我泡了杯药放在床头，便开车上班去了。婆婆约了3两牌友，
一如既往地泡在麻将馆里，丝毫不管我的死活。等人都离开后，我迅速起身，走到书房，打开右边第2个抽屉，发现盒子不见了。而我怎么都找不到的钥匙，现在正静静躺在里面。这把钥匙外形很是特殊，像民国时期才会用的长柄钥匙。我心中疑云丛生，但都只是猜测，还是要找到铁盒，打开才能证实我的猜想。我从书房开始翻找，没放过一个角落，都没找着。我叹了口气，环视房子一圈，撸起袖子，开始地毯式搜寻，可却怎么也没找到。现在只剩我和陈豪的主卧没找了。如果陈豪能毫无廉耻心地把他和小三的物件放在我们的主卧，那我势必要让他知道内蒙女子的身体素质有多强。我忍着火气，从门口开始，一点一点翻找着。衣柜没有，梳妆台没有，抽屉没有。我看着双人大床，只剩床底没看了。我似有所感，微闭着眼，伸手往里掏，用力伸长手，在床底的右边碰到了一个冰凉的物品，我一把抓住，果不其然，是那个生锈的铁盒。陈豪，他居然敢把他和小三的苟且放在我们的婚床下，他怎么敢？我倚在床边坐，拿出长柄钥匙，对准铁盒的锁眼，顺利插了进去，微微扭动，咔嗒一声，紧闭着的盒子瞬间打开。我强忍怒火，拿出放在里面的东西，一张照片和一封泛黄的信。我倏地目光定住，头脑一片空白，呆呆地看着我找了许久的猜测的证据。照片是我和陈豪大学恋爱时期的合照，边缘磨毛的信是我当年大学毕业回到内蒙，决定嫁给陈豪时给他写的一封长信。小凤，你怎么坐在地上？本来身体就不适，更要着凉了，快起来。陈豪把车钥匙放在玄关处，瞅见我坐在地上，忙走过来。我看着扶我起身的陈豪，又看着拿在手上的照片和信，张了张嘴，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嗨，你怎么把这个给翻了出来？怪难为情的。陈豪笑着接过我手上的东西，装进铁盒里，随手放在一旁的置物架上。我无意间看到了，就想打开看看。这又没什么，你想知道你就跟我说，省得费力气找，看把自己忙活的，累不累？陈豪态度轻松，丝毫没有不自在，甚至半句话都没说我的不是，反倒一直在关心我。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可为什么总莫名感觉哪不对劲？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你中午说身体不好，我担心你，想着先回来看看。陈豪说话时频频看向手机，一条消息进来，屏幕亮起，他下意识低头，屏保自动解锁。我看见他的手机赫然显示着这个房子客厅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视角。尽管陈豪收得迅速，我还是瞥见了他屏幕上的画面。我瞬间瞳孔放大，头皮发麻，后背渗出冷汗，佯装低头咳嗽。我竟不知道和我朝夕相处憨厚老实的人，居然心思如此深重，毫不外露，让我没有丝毫察觉。原本以为我是来做戏的，没成想倒是让陈豪在我面前表演了一番。看来今天这场消解错怪重复旧爱的戏码，都是陈豪一手促成的了。老婆，我刚被临时通知有个会，要回公司一趟，药泡好了，你记得趁热喝。陈豪在旁暗中观察着我的表情，确定我没发现刚才的小插曲后，心满意足地完成自己的戏份，寻了个由头便离开。我抬头看向挂钟，6点整，该是下班点了，怎么还要往公司去？怕不是有猫腻？我径直掠过放在桌上冒热气的药，戴着口罩帽子，
随手招了辆的士，跟在陈豪后面。的确是往公司的方向，只是在快到公司的三岔路口那停了下来，像是在等什么人。我目光紧紧盯着陈豪，扫视着周围来往的人。陈豪一根烟抽完，迎面走来个女人，笑意盈盈地坐上我买给她的车的副座。我被迎头痛击，当头一棒，让我瞬间从陈豪前半小时还在我面前对我嘘寒问暖的假象中脱离出来。我用力咬紧后槽牙，迅速掏出手机，一连抓拍，嘱咐司机跟上前面的车。还以为陈豪会带着小三去酒店，兜来转去，居然是去了我和陈豪住的小区。我躲在出租车的后座，看着陈豪将车停在小区拐弯处，没什么人经过的路口小巷边。过了许久，那女人才下车出来，面色潮红，小女人娇羞样在车窗处和陈豪腻歪了好一阵才离开。我气得简直发抖，紧紧捏着手机录下这一切。等那女人走进小区，陈豪才慢悠悠地发动车往里开去。我将车钱结了，下车待在原地没动，翻看着自己拍下来的证据。隔了一段距离，拍得不太真切，我将照片放大一张张仔细看，越看越觉得那个女人很是眼熟，但怎么都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你这些证据并没有拍到你丈夫实质性出轨的行为，用处不大。如果能取得类似于你丈夫和小三面容清晰的亲密照片或视频，那就最好了。和律师通完电话，我心绪逐渐稳定下来，坐在咖啡厅里搅拌着温热的拿铁，梳理发生的事，进行复盘思考。看来陈豪一早就发现了我动了那个铁盒子，知道我可能对他有了怀疑，所以才会一改常态，对我关怀备至，还自导自演了一出戏来打消我的疑虑。我真想冲到陈豪面前质问他，如果不爱了，为什么不能好好结束，非要背着我做些见不得人的事？说到底，不过是既想得到我给的房子和车，又想教人在怀。但凡陈豪坦诚几分，我都愿意成全他们。但现在不可能了，毕竟人不能既要又要。现在还不能和陈豪彻底撕破脸。我喝下一大口苦涩无比的咖啡，忍住没加一颗糖，只觉得头脑无比清醒。老婆，你去哪了？电话也不接，快来看我给你买的礼物，喜不喜欢？陈豪坐在沙发上，面上带笑看向我，桌上摆着一条项链。我拿了起来，仔细看了下，这么便宜的品牌居然还卖个货。我强撑起笑，没戳破陈豪，简单应付几声，将项链随手揣进兜里。陈豪只当我是身体不适，并没过多察觉，笑呵呵地看电视上放的喜剧。回来了就做饭，不是嫌我老婆子碍手碍脚吗？看看别人家的媳妇哪个不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再看看你兜里没俩子，还想有公主命。当初真不应该让阿豪娶你，贤内助你是一点沾不上，真是一点不如上次大姨给看的那姑娘。陈霞嗓门大得很，站在厨房门口，冷着眼指使我干活。电话火时间，我突然福至心灵，想起来在哪见过上陈豪车副驾的那个女人。在我误诊癌症晚期的时候，陈霞总是暗地里催着陈豪去和大姨介绍的姑娘认识认识。我悄悄从陈霞手机上看见过一回她的照片，不过印象不深。刚经陈霞一讽刺，我猛地记起了。我转头看向依旧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陈豪，他以为我是要他帮我说话，没太大反应，反倒是开口帮他妈说话。老婆，你就帮咱妈做点事，又不是什么大事。再说了，这洗衣做饭的事，本来也就应该是你做才对，哪有让婆婆操劳家务的？
我妈一个人多辛苦把我拉着大，也是不应该再让她受累了。老婆，你就听点话吧。我简直要被陈豪这理所当然的语气给气笑了。什么叫做我应该做？他家这么缺做家务的，干嘛不去请个保姆，还大费周章的娶个老婆？他妈养他长大不容易，我爸妈难道就是把我扔在野外养大的吗？真是可笑。我没出声，转身摔门而出。我拼命忍住性子，才没发作，躺在酒店的大床上，叹了口气，想离婚的心到达了顶峰。房子车子在我眼里根本不算什么，只是不想便宜了渣男和恶毒婆婆。忙碌了一整天，我皱着眉头，浑然不觉地睡了过去。等我再醒来，已经是深夜2点。我是被饿醒的，一天没吃饭，就喝了口咖啡，高度集中的精神倏然间放松下来。现在只觉得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拨通 VIP 房间的客房服务电话，动用超能力让他们为我准备些吃食。是前台接的电话，麻烦给我准备些吃的，送到 VIP 808。前台看见房间号，立马接通，连连应了下来。办个入住怎么这么久？乖，马上就好了。前台，你能不能快点？我听着旁边不耐烦的男声，瞬间坐直。凌晨2点，陈豪居然带着小三来开房，做什么不言而喻。我正愁没法抓住陈豪一点破绽，没成想他人怪好的，直接撞上枪口了。那可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我赶忙起身到前台处。我是 VIP 808的住户，刚才来开房的男人是我丈夫带着小三。我打电话时认出来他的声音，我想确认下是不是真的。不好意思，女士，这不合规矩。我伸出3根手指，前台小姐姐还是咬死不放。我伸出4个手指，前台小姐姐有些动摇犹豫。我伸出整张手掌，在她面前晃了晃，她环视一周，调出刚才他们入住的资料。陈豪，38岁，男；李黎黎，28岁，女。入住308，果真是他们。我一边气得牙痒痒，一边又暗信自己这回将他们抓奸在床，必能按自己的心意离婚。小姐姐，我正好看见我丈夫和小三去了308，正好看见备用房卡放在桌上，才去捉奸，跟你没半点关系。你是心底善良，陪我一块过去的。我对着前台小姐姐的收款码打了1万块过去，还细心备注上自愿赠送。我拿着万能房卡往电梯走，前台小姐姐收了钱，小心翼翼地跟在我身后。凌晨2点，整个酒店寂静无声，我紧握着手机的手心微微出汗。我站在308的房门前，提前打开手机录像，深呼吸，将万能房卡放置卡槽中。滋的一声，紧闭的房门悄然打开。我将脚步放轻，一把按亮房间所有的灯。突如其来的光亮让在床上的2位惊呼出声。我眯着眼睛，将他们措手不及的模样全然记下。老婆，你怎么会在这？这话该我问你才对。陈豪迅速翻身，分毫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声音中是止不住地颤抖。小三李黎黎缩成一团，拼命用被子遮挡着身体，颈上是残留的痕迹。老婆，我们回去再说好吗？我们好好聊，乖，把视频都删了吧。陈豪这急忙慌中还不忘最关键的部分，随手套了条裤子，起身往我这来，伸手想夺走我的手机。我没挣扎，顺势让他拿走。陈豪笑着看向我的手机，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直播还差点被封了呢。凌晨3点，观看直播的人不算多，还有救。陈豪迅速关了直播，
暗自揣度着。什么？直播？你疯了吗？要是被认识的人看到我怎么办？陈豪大脑在飞速运转，思考着对策。李黎黎却是丝毫坐不住了，对着我破口大骂，更是气不过，在一旁简单穿好了衣服，朝我冲过来，就想打我。我冷笑一声，就她这样的我一个能打5个，真够不自量力的。雄鹰般的女人从不认输。我左手截住她的手，右手顺势挥出，打了她一个清脆的耳光。这一巴掌是你知3当3该受的。她捂住左脸，目光淬了毒般盯着我。我抬手朝她另一边脸打去。这一巴掌是替你爸妈打的，生养出你这么个犯贱的。我松手，将她摔倒在地，拍了拍手。你这个泼妇，难怪没男人要你。我勾唇，上前一步，本没打算接着动手，但一旁的陈豪冷着脸想来阻止我。我一把拉过陈豪的手臂，将他过肩摔倒在地，摇了摇头。这种算不得男人，你眼光也是真够不行的。离婚协议我早就准备好了，签了之后，你俩再怎么着也不关我的事了。自从决议离婚后，我就让律师起草了一份男方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书，一直带在身上，压得褶皱都捋不平整。捂着手臂吃痛的陈豪皱着眉捡起4纸，看清上面写的内容后，情绪激动。净身出户？你竟然要我净身出户？我绝不会同意的。不同意，那就法院见吧，看法官是站在你和小三那边，还是被绿的我这边。陈豪瘫倒在地，李黎黎靠在他身边朝我恶语相向。对此我只能说这很难评。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将所有视频传给了律师，让他准备走法律途径，起诉离婚。我请的专业律师行动迅速，没多久，陈豪就收到了法院的传唤。陈豪在法官面前声嘶力竭，哭得涕泗横流，俨然一副受害者模样。我冷眼旁观，全程由律师代理，人证物证一条条清晰罗列在法庭上。律师推了推眼镜框，条理清晰地强硬要求男方净身出户。人证物证俱在，法官很快就下了判决，同意强制离婚和要求男方净身出户诉求，原同属夫妻名下的共同财产现归女方所有，且男方需承担女方诉讼的所有费用。听着法官宣读判决的那一刻，我的心总算是安定下来，心情舒畅无比。徐凤，你不得好死！害了我们一家，你就好了。我告诉你，那房子车子就是我们的，你别想拿走。走出法院，陈霞，我的前婆婆，当着我律师的面对我大肆威胁。我掏了掏耳朵，没理。身旁的律师代我开口：女士，你现在的发言都已被录音，若后续我方当事人出了任何意外，你都需要自证清白。再者，现在房车都归我方当事人所有，你若不执行法院判理，我方有权起诉要求巨额赔偿。只知市井小贩的陈霞从未见过这么大阵仗，吓得连连后退，缩成鹌鹑状，不敢再说话。陈豪看着我良久，皱着眉头：你真的要做这么绝吗？陈豪，绝情的从来不是我。若我现在真的身怀绝症，若我真的无人可依，你们娘俩根本不会管我的死活，你又有什么脸说我绝情？我们是从苦日子过过来的，一时想差了也未可见，你就不能包容下吗？陈豪，是我陪着你过的苦日子，你只知我来自内蒙，就先入为主的认为我空困潦倒。那时的我爱你，我愿意放弃家里的富贵来陪着你。可现在我不爱你了，我也就没必要为了你做勉强自己的事。我转身潇洒离开，被屋檐遮挡的外面是温暖的阳光，
我看着澄澈的天空，觉得从未有过的放松。一早就料到陈霞不会轻易搬出去，我掐着时间，在开庭的时候就安排好了人在家门口。法官判决下来的那一刻，我的人就破门而入，将陈霞母子的东西一扫而出，顺带将之前抓陈豪和小三深夜直播流传出去的视频打包发给了陈豪公司的上级领导和公司大群里。直系领导震怒，直接表态要辞了陈豪。我站在酒店洒满阳光的阳台上，看着律师发来的后续，得知陈霞母子俩没了房子车子，又没了工作的现状。先前和陈豪苟合的小三早就离他而去，两人现今四处借住流浪，满是狼狈模样。我端起浓厚的咖啡，皱眉喝下满口的苦涩。手机消息亮起，是久违爸妈的短信：接你回来的专机每天都在准备着，在你没回来的每一天里。我弯唇，眼睛却止不住地流泪。我将一直放在旁边的一盒方糖全部倒进咖啡，闭眼仰头饮下，原来竟是能甜的。在睁眼时，眼眸清明，眉眼含笑，转身朝阔别已久家的方向走去。草原的儿女绝不会任人欺负，就算身处远隔千里的异乡，辽阔的草原和家人会是我们坚实的后盾和安心的港湾。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